如果提到泰森最为疯狂的比赛，那今天这场大战绝对是绕不开的话题中心。在1990年，泰森遭遇了自己的第一场败绩，在那场比赛中，泰森彻底被击倒了，对手是巴斯特·道格拉斯。这场比赛发生在日本东京，是泰森生涯中最震撼的失利，被称为东京之战。道格拉斯的母亲刚刚去世，这让他格外坚定。而泰森当时的训练不够严谨，也有人说是和10个日本女生鬼混导致的状态不佳。道格拉斯凭借顽强的战斗意志，在第10回合 KO 了泰森，爆出拳击史上最大的冷门之一。从这儿开始，泰森一蹶不振，2年后直接被判入狱，并最终服刑3年后，1995年获释。在这段时间，他错过了职业拳击的巅峰时期，也影响了他职业生涯的发展。在狱中的几年，外界将泰森骂得一文不值，也因入狱的原因，泰森的冠军头衔也被剥夺。出狱之后，泰森从零开始，想重新找回自己的一切。在面对一众对手的嘲讽时，泰森豪取2连胜，接着挑战时任 WBC 重量级拳王的弗兰克·布鲁诺。最终的结果也很圆满，泰森用13回合 TKO 对手，成功拿回了自己的 WBC 冠军金腰带。赛后，泰森更是跪地祈祷，感谢粉丝和团队。拿回荣誉后，泰森没有停歇，他又挑战 WBA 冠军拳王布鲁斯·塞尔登，仅用1回合就 KO 对手。此时的泰森有2个选择，要么继续打一些小怪刷战绩，要么挑战此时风头正盛的霍利菲尔德，以此来彻底证明自己的实力。霍利菲尔德对这场比赛也是喜闻乐见，两人很快打响了一番战。但出乎意料的是，一番战中，霍利菲尔德顽强地抵御住了泰森的攻击，最终在第11回合 TKO 获胜。这场比赛震惊了拳坛，也终结了泰森的连胜。泰森非常不服气，因为整场比赛的节奏都极为缓慢。霍利菲尔德多次搂抱打断泰森的进攻，也让泰森十分不爽。两人很快就约下了2番战。1997年6月28日，一场在泰森生涯乃至整个拳击历史中最为疯狂、最为失控的一场比赛诞生了。好的，观众朋友们，本场比赛由泰森对阵霍利菲尔德，这也是一场12回合的拳击大战。本场比赛发生于1997年，2位选手都是在此时顶级的拳王，闻名世界的拳王。这场比赛将有1位能够战到最后，而霍利菲尔德在本场比赛中是一个冠军的定位，泰森是作为挑战者来挑战霍利菲尔德。如果能够战胜霍利菲尔德的话，那么泰森将拿到这条冠军金腰带。第1回合开局，泰森打得非常主动，他的前手拳多次凌厉地扑入对手的近身，而霍利菲尔德呢，则是按照和自己一番战时的战术不断的执行，利用搂抱来打断泰森的进攻节奏。也是因为这种打法，让泰森对霍利菲尔德非常的不屑。我们能看到泰森的眼神中透露着愤怒，因为在这一回合刚开场霍利菲尔德就不断的搂抱，泰森每次出拳，霍利菲尔德就每次搂抱。这种恶心人的打法也是让泰森非常的不爽。You know what Mike's doing? Mike's looking to duck and keep his leverage low and come up banging. I notice he doesn't want to go backwards, and Evander right now is picking his spots, but he's looking for something. Mills Lane jumping in there, trying not to have Holyfield clutch and grab. But Holyfield's coming in low. Last time he was standing straight up. Now when he rushes in, he's rushing in low, so you can't just grab him. See that little waltz? Now who went backwards? Evander Holyfield went backwards. In the first fight, it was Tyson going backwards, and he can't fight that way. Left hooks by Evander Holyfield. Holyfield measuring Tyson out now with the left jab. Looking to set up the right. There it is. Right on the top of Evander Holyfield's trying to play that strategy too, Steve. He's trying to push Mike back, starting it right now. Setting. 霍利菲尔德继续搂抱，按照这样的战术已经纠缠了泰森2分钟了。泰森现在还能保持克制。这是泰森目前自带的冷静，但如果说一会儿还有这样的行为泰森压制不住的话，那结果可能会远超人们的想象。泰森下潜，先躲对手的前摆拳，霍利菲尔德开始发起猛攻，泰森换拳，左勾再加右勾，泰森连续打入霍利菲尔德的面部，这几拳的命中率非常高。我们能看到现场的观众也是坐得人山人海。整场比赛有8万的观众，可以说这场比赛
是一场举世瞩目的世纪之战。两人拉开距离，第一回合还是最后的10秒钟。我们能听到现场喊起了霍利菲尔德的名字啊，这也证明此刻霍利菲尔德的粉丝有多么的庞大。以前啊，场馆里都是喊泰森的，现在都是喊霍利菲尔德的，也是有点让人唏嘘。简单休息完，那么比赛继续，来到新的一回合。泰森开局更加凶狠的进攻，我们能看到泰森的眼神中啊，已经带着锋利了。霍利菲尔德也是被这股气势吓到了，立马开始搂抱，搂抱完之后立马拉开。打入近身之后，两人再次搂抱在一起。我也能看到啊，泰森也开始玩起搂抱这一招了，显然啊是想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过泰森还是主动的进攻多一点。泰森打了一拳，霍利菲尔德又一次搂抱。泰森的右眼眉骨啊也是有一点受伤，我们能看到有一点点的血迹在眉骨中渗了出来。左摆拳打空，两人再搂在一起。现场也有观众对这种行为不断的吼叫啊，表示不满。我们是来看拳击大战的，不是来看搂抱大战的。但显然泰森也进入了一个犟的状态啊，你用这招，我也跟你用这招。霍利菲尔德呢非常喜欢搂抱，两人就是不断的搂抱。现在比赛进入了一个僵持的阶段，第3回合还剩1分半，而在本回合将会发生一些令人不可置信的事情。还请各位观众擦亮眼睛仔细看，两人在近身不断的拉扯，泰森的右眼伤势越来越重，躲过对手2记勾拳，再次潜入近身，左拳击腹，泰森再躲，左勾命中，左勾右勾，双拳配合。拉开距离，泰森前手拳命中头部，左摆，再打。哦呦，我们能看到泰森直接一口下去，咬到了霍利菲尔德的耳朵。而咬完之后，裁判叫停了比赛，泰森还推了一把，霍利菲尔德不断的在指着自己的耳朵，也是非常的气愤。而泰森呢，也是气不打一处来，整场比赛的节奏啊一直在被你干扰。一直在用搂抱的方式来恶心我，霍利菲尔德也是非常的气愤不已。泰森在旁边还是眼神凶狠的盯着霍利菲尔德，同时舔了下自己的嘴唇。我们能看到霍利菲尔德的耳朵啊已经是遍布了鲜血，直接咬掉了一块啊！哦呦，太残暴了！这是泰森的咬耳朵攻势，现场的观众也惊呆了。看拳击比赛，没想到还能看到这一招。这是在综合格斗里都没有过的招数，现场也是陷入了一片混乱。裁判在和霍利菲尔德沟通，也在查看他的伤势，看能否继续比赛。这边也是给予了泰森一个警告。我们能看到泰森还想冲上前去，继续追打。现场还在协调，好，那经过调整，霍利菲尔德重新回到了赛场。这场比赛还是要打完的，第3回合比赛继续。泰森继续猛攻，击腹，两人不断的换拳，霍利菲尔德也是带着自己的愤怒在进行比赛，泰森也是怨气加深，又咬了一口，这是咬的左耳朵，霍利菲尔德彻底急了。泰森说：“来，跟我打！”现场也有观众嗨的站了起来，没见过这么残暴的比赛，这是泰森彻底失控、最疯狂的一场比赛，已经完全无视了擂台的规则。右勾拳再打，铃声敲响，第3回合到此告一段落，而本场比赛也就定格在了这里。因为霍利菲尔德的团队啊，对于泰森的这种行为非常的不满，直接冲上了擂台。这场比赛呢，也是非常有争议的一场比赛。但归根结底还是泰森先违反的规则，不管霍利菲尔德的打法如何，你咬人家耳朵就是过于残暴了，就是不该这样。我们来看一下这波的回放，
直接咬了。哎呦，这个行为如果说在平时啊，可能有点暧昧，但这是在拳击比赛上啊，说实话，这个行为真的是令人震惊，令人惊讶。我们回到比赛现场，可以看到双方的人马已经冲上了擂台，准备大打出手。这又是一场非常经典的拳台群殴大战。而泰森呢，则是在这边面对保安和对方的人马，想要冲上去一打多。这不单是面对10个人啊，这是泰森要一个人单挑20个人，太疯狂了。这是泰森最疯狂的一次比赛。而本场比赛的结果呢，也是不出所料的，泰森因为这种违规的举动啊，被取消了比赛的资格。比赛呢，自动判为霍利菲尔德获胜。而最终呢，这场比赛的影响也是非常的深远，泰森的职业生涯和他的形象都因此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可以说啊，泰森之后也是为这种行为付出了代价，但这种经典的行为也造就了经典的比赛，才让我们啊保了一把眼福。那不知道观众啊看完之后有什么想没有？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不忘点赞、转发、关注。我是旭峰，我们下面3再见。